我刚直播回家，竟发现走廊被邻居爆改成了3室一厅，消防通道上安着马桶，一个男人正在拉屎。你谁呀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在那拍什么拍？凭什么擅闯我家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你有没有搞错？这是我家门口。你们把公共区域封了，改成自己家，到底是谁在违法？我管你什么公不公共，这块地儿老子用了就是老子的，我想改就改，想怎么住就怎么住，想让我搬走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，没门儿！我想起来了，这人叫王浩，是邻居王婶那个初中就辍学混社会的儿子。原来是那个27岁没人要的大龄剩女呀！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灰溜溜滚回来了啊？哼！你一个女人，反正迟早都要嫁人的，霸着这房子有什么用？分我点走廊。怎么了？别给脸不要脸！大哥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原本是公共走廊，是消防通道。把公摊面积改成自己家，还安个马桶，你管这叫你家？你这叫违法占用公共空间。这地方老子都住了10年了，那就是老子的。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让老子搬走。我告诉你，在这块地方，老子就是王法。不管你是谁，都得给老子老老实实的。看着在家门口拉屎的男人，我都气笑了。当初王婶带着儿子进城打工，就差1个担保人就能申请公租房，可初来乍到，一个底细不详的中年妇女，谁也不想搭上前程。最后王婶跪在我面前，求我给她一线生机，说以后一定报答我。我母亲走得早，心疼她母子情深，松口答应了，给他们安排了我对面最好的公租房，每个月以朋友名义送物资。为了不让王婶有心理压力，还特意隐瞒了自己是消防主任的身份。没想到刚结束消防知识直播回家的我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我只好给王婶发消息，简单说了一下来龙去脉。本以为她会站在我这边主持公道，可她的回答却让我透心凉。小薇呀，你这些年帮我们，不就是暗恋我儿子？你一个消防局文员，我打听过了，就是个纯打杂的，没人瞧得上。我念你姑娘家脸皮薄，从不拆穿你，可这次就过分了，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把我宝贝儿子都吓到了。我念着你小姑娘不懂事，只要你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对你儿子爱而不得。王婶，你儿子30岁没工作，一个气急败坏就无脑造谣女人的男人，凭什么觉得我会看上他？公租房2室一厅是标准户型，你儿子自己没钱换大的，现在跟我说住这儿委屈。要不是我，你们连住在这儿的资格都没有。王浩听到后脸刷得黑了，用力推搡我一把。少在这装圣人！我妈说了，你房子比我们大20平，如果不是你靠爬床占了我们的名额，现在睡大房子的就是我们。我脑子嗡地炸开，我的房子的确比王婶大一些，可那是因为我是烈士的女儿，又是优秀干部。王婶察觉到我脸色不对，扯着我衣袖苦口婆心。薇薇，不管你吃了多少回扣，我们都不管，可我儿子到娶媳妇儿的年纪了，要是拆了这走廊，不就等于要我们的命吗？我一把老骨头，没你们年轻人赚钱容易，你就好人做到底行不行？再说现在不都流行人情执法？我握着手机的手不停发抖，眼眶气红，忍无可忍，发起了物业的群电话。可对方听后只冰冷说了一句：抱歉，这属于你们私人纠纷，我们不负责处理，而且你无故擅闯邻居家门，请公开向他们道歉。我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，气红了眼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每年花好几万交物业费，邻居霸占我的走廊，造我黄谣，你反倒叫我向对方道歉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这边不怕你们资本主义压迫，只就事论事。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您仗着身份咄咄逼人，您要是不满意处理结果，可以搬离小区。说完，对方不给我反驳机会，直接退出了群电话。遇到这么不作为的物业，我几乎气疯了。王浩更是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，叉腰挑衅。听到没？物业说是你的错，你刚刚不是很狂吗？继续狂啊！现在滚出我家，要不然怪我别客气。当天晚上，王浩在物业群里发消息：各位邻居，我实名举报207余为有精神疾病，今天拿刀撞我家，还偷看我上厕所，大家以后离他远点。
紧接着是几张截图，是我之前送物资时被他偷拍的照片。这就是那个一直跟着我的女人，大把年纪了，天天讨好我，真让人反感。早就觉得他不对劲儿，一个女人家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大的房子？王浩，你小心点，这种性格古怪的人惹不起。我气得手抖，正要解释，又收到一条好友申请，是王浩。通过后，他直接发来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挑衅的冲镜头大笑：“于大主任，谢谢你的房子，这里的环境很大，很舒服。”我脑子里一股气血瞬间涌上来，我以为待人好，对方会将心比心，现在看只会蹬鼻子上脸，于是立马联系了工程部，声音冰冷：“206违反规定，我不再提供担保，明天派人强制拆除。”第二天早上7点，我带着工程队准时出现在王家门口，我重重敲响门：“你来干什么？怎么昨晚没睡着？无所谓咯，反正我睡得挺舒服的。”我懒得纠缠，直接甩出证件：“我是消防局主任，查到你违规占用他人房屋，妨碍消防通道，现在要求你马上搬走。”就你装什么不好，偏偏装消防局主任？你知不知道我干爹是谁？我干爹就是消防局主任。你冒充谁不好，冒充他，笑死我了！我脑子嗡了一下。王浩的干爹是消防局主任，那我是谁？我意识到这件事不再是简单的霸占公共区域这么简单，心瞬间沉了几分。我不顾王浩的尖叫，命令工人开始拆除走廊的东西。你们干什么？这些东西是我的，别碰！都给我停下！我报警了！住手！突然一声怒斥响彻整个走廊，下一秒，一个穿夹克、手腕夹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走出来，即使戴着眼镜，也挡不住他脸上横肉带来的凶狠。干爹，你来了！你可得赶紧教训一下那贱人，他竟然敢冒充您的身份，带人砸咱家！我才是真主任，你们都被这个冒牌货骗了！给我拿绳子，把这个家伙给我捆起来，我要狠狠审讯他！保安听后犹豫的面面相觑，往前迈了一步。我把证件甩在他们面前，眼神锐利：“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”保安脸色一白，顿时不敢再动。可下一秒，男人竟一把抢走我手里的证件，打量着嗤笑：“原来这就是你行骗的道具。”在网上9块9买的仿真道具。小姑娘，你知不知道冒充领导、假作公章是犯法的？干爹就是干爹，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把戏。我就说嘛，她一个连嫁都嫁不出去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当上主任？把东西还给我！小姑娘，别激动，东西我先给你没收了。念在你是我儿子邻居的份上，给你2个选择：要么现在乖乖道歉，这事儿就算了；要么就去警局蹲牢赔钱。你选一个吧。他表面大度，眼底却闪着算计的金光。王婶和邻居们听到动静围过来，纷纷劝我：“算了吧，小薇，人家可是部长，跟王浩说的一切都对得上。你一个小职员，没必要得罪这么大的人物。就一个房子而已，被占了就被占了。你现在给王婶一家道个歉，他们肯定会原谅你的。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，王浩的神情愈发得意。听到没？你现在跪下来道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要是执迷不悟，别怪我们无情。我盯着那个揣着我证件的男人和王浩嚣张的嘴脸，脸色凝重的伸出手。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把证件还我，否则你们会后悔的。还你，让你继续行骗吗？还什么后悔？本事不大，脾气却不小，撒谎撒的自己都信了，真以为自己是部长啊？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一顿，让整个小区的人都看看住在307的撒谎精是个什么货色。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冒充领导的下场，被正主当场抓获。主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各位领导来的正好，有人冒充我干爹的身份，你们赶快把他抓起来。是啊，领导给我们做主啊，这女人无法无天，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。小薇，不是沈没良心，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你现在只要认错赔钱，我们还是好邻居。我什么好邻居？妈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拆房子冒充身份，今天必须赔我300万，要不然没完。
于伟，你刚才不是挺狂吗？继续狂啊！你不是要拆吗？拆一个给我看看！一群人面色凝重地走向我，王浩一脸得意，仿佛已经看到我悲惨的结局。可下一秒，他们的笑容戛然而止。只见那群人齐齐90度鞠躬。于主任好。王浩的声音卡在嗓子里，王婶脸上的笑僵住了，整个人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。我没说话，只是看向王浩，他已经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，整个人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，看看我，又看看那些人，声音止不住发抖。你竟然真的是主任！王浩，你擅自霸占公共资源，违反消防条例，公租房资格取消。你以为顾几个群眼叫你几声主任就能糊着我？你一个消防局打杂的，说这话脸红不红？哈哈，小魏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老实孩子，可没想到为了面子陷害老邻居，撒这种弥天大谎，真的对你太失望了，赶紧道歉，要不然陈哥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揭穿他的真面目啊！陈宇脸上一片死灰，和刚才嚣张的模样完全不同。王婶不知道，可我知道陈宇在怕什么。他是看门的保安，局里上上下下他全认识，再加上身上背着挪用公款的案子，现在冒充主任，冒充到甄主任面前，不慌才怪。哟，这不是老陈吗？上个月挪用公款被辞退那个，这是你老婆孩子，他们知道你为啥被开的吗？哼！啊，挪用公款60万呢？假冒局里主任的位置，瞒天过海挪用的。王浩瞬间脸色大变，转头死死瞪着陈宇。你不是说你是主任吗？怎么可能挪用公款？你说话呀！陈宇面如死灰，膝盖一软，扑通跪在我面前。于主任，我错了，我有眼无珠冒充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王婶整个人傻了，反应过来后拽着我胳膊。小薇，不，于主任，婶子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。于姐，于姨，我就是嘴简，您别往心里去。这走廊我们拆，马上拆。这是消防整改通知书，3天前就贴你们门上了。可你们呢？不仅不整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拆完这事儿就完了？你们占公共区域，造我黄谣，冒充领导行骗，哪条能说完就完？小薇，咱们可是老邻居，当年这房子还是你给我担保的。原来你还记得是我帮你担保的，所以你为了利益背叛恩人当白眼狼，任由你儿子和相好对我造谣动手。接下来我打开直播镜头。各位，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给大家讲讲消防通道的标准。这里应该空着，不能放任何东西。消防通道必须保持畅通，更不要说马桶，私自改造水管，罪加一等。那是我花6000买的。6000，你占公共面积半年，按周边房租算，欠整栋楼业主2万4，拆了正好抵债。公租房申请条件第1条，如实申报家庭情况。你儿子早就打工了，收入超标，为什么还占着这套房？还有你，名下那辆宝马怎么来的？你一个无业游民，陈宇的公款是进了你的口袋吧？王浩脸色惨白的像个死人，王婶嗷一嗓子坐在地上。老天爷啊，欺负人了，我们孤儿寡母。可再也没有人吃他这套，工人该拆拆该搬搬。2小时后，走廊恢复原样，王婶家的门开着，里面空了一半，超标的家具家电都得搬走。公租房只能住人，不能囤东西。直播结束，在线人数2000万，爽了！白眼狼老太太活该被整顿。刚刚叫老公欺负主播的劲呢，哈哈，这比常规科普有意思多了。好看，爱看。第2天，王家公租房资格被取消，限期1个月搬走，部门所有人奖金翻倍。我以为这事就画上句号，可1个月后，我正在广场做消防科普，一个大妈忽然将鸡蛋狠狠砸在我脸上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个写着“恶霸主任强占民宅”的牌子映入眼帘。就你这种欺负老百姓的恶毒女人，也配科普消防？要不要脸？开除！强烈要求消防局开除于！开除他！开除他！大妈面目狰狞，周围不少人举着手机拍我，面露鄙夷。就连领导也打电话过来，劈头盖脸骂我：你怎么搞的？现在全网都在骂你欺负老百姓，
部门舆论受到巨大影响，我限你3天内处理好，否则你也别干了。我一头雾水的点开热搜，入眼就是转语主任欺负弱势群体。视频里，王浩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妈被气得脑梗，现在还住在医院。公正的网友为我主持公道啊！我就想有个家，有错吗？单单底下的评论就几10万条。这主任太狠了，人家孤儿寡母容易吗？听说他27了没结婚，心理扭曲吧？开除他，让他也尝尝网暴的滋味。我往下翻到了自己的住址、电话，还有我妈的遗照被 P 成黑白挂在网上。同时，我接到姐姐的电话。小薇，妈看到网上的消息被气进医院了。咱爸在外面跳舞，有人非说他是腐败分子的父亲，被群殴进医院了。姐姐哭着，却还努力安慰我。小薇，你别怕，家里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姐都在。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鼻尖却猛地一酸，因为我个人处理不当，害得爸妈跟着我受苦。王毅、王浩看着直播间里抹眼泪卖惨的母子，我的眼神沉了下去，短信里全是谩骂，心一点点冷透。王婶还在直播，直播间50万人。王浩坐在那个逼仄的病房里，眼眶通红，露出双手上的茧。我妈还在医院躺着，房子也没了，老婆也娶不上，我这一辈子算是彻底毁了。大家都帮忙刷刷礼物加热度。我刷一个火箭，就怕以后这事落到自己身上。支持阿姨维权，这么大年纪了，谁愿意折腾？我握紧拳头，冷笑一声，点击连麦。下一秒，我憔悴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弹幕瞬间静止了2秒，然后刷得更猛了。666，没想到你这女人竟还敢连麦！刘卫，你竟然还敢出来！你看看你把我妈害成什么样了！我人正不怕影子泄，不管你怎么压迫，我都不会屈服的。儿子，你别说了，咱们斗不过人家的。弹幕顿时又是一阵心疼，我平静地看着他们，随后垂下眼，轻声说：“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来道歉的。”直播间瞬间炸了，王浩更是愣住，脸上闪过明显的愕然。我现在工作没了，奖金也没了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请你们原谅我。短暂的安静后，两人脸上浮现狂喜，王浩几乎压不住得意的嘴角。你也有今天，我还以为你多牛呢，没想到就是个只老虎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早就说过，你斗不过我的，有些人就该安分守己，别妄想挑战我的地位。另一边的王婶眼底闪过算计，我不可能那么轻易原谅你，不过你也是我的老邻居了。这样吧，赔偿100万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妈心善，要我说的200万，她那房子多值钱啊！他们说完紧张地看着我，我眯着眼睛爽快答应好啊。弹幕顿时炸了，这么懦弱都不反抗2句，他怎么当上主任的？就这脾气，被压榨也是活该。哎，大家放心，我们拿到钱一定好好过日子，感谢大家支持。直播间刷起了礼物，嘉年华火箭满天飞，王婶对着镜头鞠躬，王浩在旁边拱手，那嘴脸隔着屏幕都能看出得意。王浩见我这么好说话，更是蹬鼻子上脸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是主任，给我谋个职位轻轻松松的吧。而且你拿了我们的房子，必须得换一个更大的回来，还得给我介绍个貌美如花的老婆。如果你以为我会轻易罢休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按我的要求办，要么就承担后果。我看着镜头对面2个贪婪的面孔，直播间的观众都在赌我会拒绝，因为这要求实在太过分，可我却笑盈盈的点头。好啊，但在道歉之前，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。3年前你们母子刚来这个城市，没工作没住处，求到我面前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我从旁边拿出一张纸，对着镜头举起来，这是当年你们签的担保协议，上面有你王秀芬的签字，有你儿子王浩的按手印，纸上清清楚楚写着申请人王秀芬，儿子王浩，保证如实申报家庭情况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放弃公租房资格。底下是红手印，弹幕静了1秒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吧，又要反转？王婶脸色变了变，很快又稳住。你拿张破纸出来有什么用？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好，以前的事不提，那咱们说说最近的事。我甩出一沓购物小票，上面都是最简单的柴米油盐、保暖衣物，随之播放一段录音，是王婶的声音。这些天你天天来看我，
比我那不争气的儿子还亲。你放心，你早就是我亲女儿一样的存在了。购物小票一张接着一张，全是我的4款购买。从3年前到现在，每一笔支出，每一次用心，清清楚楚。弹幕彻底安静了。你这是造假，是 P 的，大家都别相信他，那全都是他 P 的。这些年只有公司补助，根本不是他出钱。对，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，谁信你？我轻笑一声，直勾勾盯着屏幕对面的王婶，像是要将他看穿。这些东西全是我一个人一点点扛到你门口的，你可以说是 P 的，那王浩不管你，害你骗保的时候，我送你去医院，公司要求的吗？我甩出一张照片，是我守在王婶病床前的报纸，标题赫然写着儿子杀母骗保，邻居姑娘挺身而出，上面有官方的署名。照片里王婶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里的炽热隔着报纸都能看出来。当年你儿子为了买机车故意撞你骗保，害你双腿骨折性粉碎，所有人都不敢帮你，是我冲出来送你去医院。你拿这些出来有什么用？谁让你送了？我们又没求着你送。我没理他，而是直勾勾盯着王婶。王婶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3年我欠你们的吗？别听他的，他造假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我操，这是白眼狼啊！人家帮了他们3年，他们反过来讹人家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王婶，你告诉我不是什么样？你儿子造我黄谣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笑；你儿子吐我唾沫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看着。你们母子在直播间哭着要200万的时候，你摸着良心想过吗？我妈走得早，帮你们就是想着，如果我妈还在，有人肯帮帮她，我也能安心。可你们呢？于主任，我对不起你。妈，你别说，别让他骗了。妈，你疯了，跪他干什么？是妈，对不起你，妈没教好你，人家帮了咱们10年嘛，不是不知道吗？就是。王浩急了，冲过去拽他妈。你起来，你跪他干什么？他算什么东西？你给我闭嘴！王浩愣住了，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王婶。人家说的哪句是假的？这些签字是我签的，这些东西是我收的，这些钱是我拿的。你说人家造假，你让妈怎么造？妈！弹幕安静了几秒，然后炸得更厉害。我的天，这反转！所以这女的真是恩人，这对母子太不是东西了。王浩看着弹幕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突然他指着王婶骂：你个老不死的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知道咱们能拿200万吗？200万！耗子，咱不能。不能什么不能？你给我起来！告诉他们是造谣，是假的，听见没有？王婶被他拽得踉跄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几个穿制服的人走进来。王浩、王秀芬是吧？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，你们涉嫌诽谤、寻衅滋事，非法占有公共财产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我错了，你帮我解释，你快帮我解释啊！我还这么年轻，我还不想坐牢。我看着屏幕没说话，他被按着往外拖，崩溃的喊叫渐行渐远。王婶站在旁边，整个人像是傻了。王秀芬，你也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操，真抓了！所以这母子俩是诈骗。镜头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一片狼藉。第2天，我恢复工作，周浩和王秀芬的案子在网上传开，他们被判了3年，就算出来也成了犯罪人员，只能乖乖回老家。之前骂我的人不少在评论区道歉，我没有回复，继续坚守岗位宣传消防知识，我依旧会帮助他人。不同的是，学会了擦亮眼睛，看着耀眼的太阳，我相信自己的未来会和它一样耀眼。